定期健康体检已成为许多人关注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要途径。然而，当体检报告中出现一些异常指标时，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和焦虑，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患有某种疾病。体检报告出现这10个异常别紧张。轻微贫血，血红蛋白偏低。血红蛋白是红细胞中负责运输氧气的蛋白质。轻微贫血可能是由于近期饮食中铁质摄入不足、女性生理期或轻度失血导致的。如果其他指标正常，通过调整饮食，增加含铁食物即可。早搏，偶发且24小时内少于1万次的早搏通常是生理性的反应，并不一定意味着心脏疾病。若没有明显不适症状，可以尝试通过减压、戒烟限酒等生活方式调整来观察。若情况未改善，应及时就医。窦性心律不齐，窦性心律被视为正常心率，轻微不齐是常见现象。体检中偶遇此情况，稍作休息后再次检查，可能心率已恢复规整。颈动脉斑块，当颈动脉斑块狭窄程度低于 50% 时，它更多是一个预警信号。定期检查、控制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和适量运动是有效的应对策略。一旦狭窄程度超过 50%， 应立即就医。甲状腺结节，甲状腺结节多为良性，若分级在3级以下，定期复查即可；若超过3级，应及时治疗。体检报告出现这10个异常别紧张。肺结节样钙化， CT 报告中的钙化灶、结节等是疾病恢复后的疤痕，大多数由肺结核或感染所致，不影响肺功能，也不会癌变，一般不需处理。前列腺钙化，可能是由之前前列腺炎康复后的疤痕，若没有排尿困难，只需定期复查。囊肿，囊肿是良性包块，通常对健康无大影响。若没有压迫症状、器官功能障碍或感染，一般不需特殊治疗。乳腺增生，乳腺增生是女性常见现象，多与激素水平变化有关，非肿瘤性病变。保持良好生活习惯，定期复查即可。骨密度轻度下降，随着年龄增长，骨密度自然下降，轻度降低可通过增加钙质摄入、适量运动来改善。体检的注意事项有哪些？体检前，空腹进行血液、肝功能、肾功能、血糖、血脂等检查前，通常需要空腹8到12小时。穿着宽松、舒适的衣服，避免穿紧身或装饰繁复的衣服，以便于进行腹部、心脏等部位的检查。告知病史，在体检前，应告知医生自己的病史、家族病史、药物过敏史等信息，以便医生制定合适的体检方案。女性体检注意，女性在月经期不宜进行尿检、宫颈图片等检查，应选择月经结束后进行。避免剧烈运动，体检前应避免剧烈运动，以免影响血压、心率等指标的准确性。注意休息，体检前应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以避免因疲劳影响检查结果。药物使用，在体检前，应告知医生目前正在服用的药物，尤其是可能会影响血液检查结果的药物。体检后，结果解读，体检结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，在此期间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如适量运动、均衡饮食等。咨询医生，当体检结果出来后，如有异常指标，应及时咨询医生，了解具体情况和可能的原因。生活方式调整，根据体检结果，医生可能会给出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建议，如增加运动、改善饮食等。定期复查，对一些需要定期复查的项目，应按照医生的指导进行。保持健康，体检是一个健康管理的起点，通过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持健康。您是否曾经在清晨的散步中，遇到一位活力四射的老人？他们的步伐稳健，眼神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年轻时的火焰，更有着岁月沉淀的智慧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这背后的秘密，可能就是他们强大的免疫力。揭秘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，免疫力的秘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免疫系统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。这部分内容旨在深入理解免疫系统在老年人中的表现及其重要性。免疫系统基础，免疫系统是身体的防御机制，负责识别和消除外来侵害者，如病毒、细菌。它包括2部分，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。先天免疫是人们出生时就具备的，而适应性免疫是随着时间和接触不同病原体而发展。老年免疫力特点，老年人的免疫系统通常比年轻人弱，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会减弱。例如，一项研究显示，65岁以上人群中，T 细胞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的活性，
明显低于年轻人强免疫力的表现。当老年人拥有强健的免疫系统时，他们能更好地抵御感染，如流感和肺炎。强免疫力的表现包括少生病、伤口愈合快、恢复速度快。例如，研究发现，免疫力较强的老人在感冒季节感冒的频率较低。维持和增强免疫力的方法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至关重要，包括均衡饮食、适量运动、充足睡眠和减少压力。此外，定期接种疫苗也是提高免疫力的重要方式。老年人的免疫力秘诀：寻找健康的迹象。如何判断一个老年人的免疫力是否强健呢？首先，感染频率低是一个重要指标。数据显示，强健的免疫系统能有效抵御常见的感染，如流感或尿路感染。一个观察指标是，如果老年人每年感冒的次数明显少于同龄人，这通常意味着其免疫系统运行良好。其次，伤口愈合的速度是另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。健康的免疫系统能加速伤口愈合过程。一项研究表明，免疫力强的老年人，皮肤受损后恢复的速度更快，伤口愈合期间感染的风险也相对较低。再者，充足的睡眠质量也与免疫力强弱相关。睡眠是免疫系统重要的恢复期，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提高免疫细胞的效能。经常有充分且深度的睡眠，通常表明免疫系统在正常有效的工作。此外，营养状况也反映了免疫力的强弱。均衡的饮食富含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。例如，充足的维生素 C 和锌摄入，对增强免疫力尤为关键。最后，活力和体力也是衡量免疫力的重要标准。活跃的生活方式，经常进行适量运动的老年人，通常拥有更强的免疫系统。运动有助于提高血液循环，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，从而提升整体的免疫能力。如何提升免疫力？关键策略。免疫力的提升对于维护健康至关重要，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。日常生活中，养成以下习惯能有效增强免疫系统。均衡饮食。均衡饮食是提升免疫力的基石。研究显示，丰富多样的食物能提供必要的营养素，如维生素 C 和 E、贝塔、胡萝卜素及锌，对免疫系统起到积极作用。建议多摄入新鲜水果和蔬菜，限制高糖、高脂食物的摄入量。适量运动。适量的运动能显著提升免疫力。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或轻松的自行车骑行，有助于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。良好睡眠。充足的睡眠对于免疫系统至关重要。成年人建议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。睡眠不足会削弱免疫系统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减压。持续的压力会损害免疫系统。实践深呼吸、瑜伽或冥想等减压方法，能有效降低压力水平。避免不良习惯。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对免疫力产生负面影响。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是提升免疫力的重要一步。定期体检。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能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，这对于维持良好的免疫力至关重要。但是，体检有没有必要呢？真的能有用吗？社会上对此有不同看法，争议也很大。本文会从几个方面分析和讨论体检的必要性、价值，以及怎么进行合理有效的体检。1. 体检的好处。体检好处多多，主要能帮我们达成以下目标。其一，早点发现疾病，及时治疗。通过体检，无症状或隐匿性疾病，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肿瘤等，都能被及时发现，从而提高治愈率和预后效果。比如，乳腺癌早发现早治疗，5年生存率能超 90%。其次，要以预防为主，把病消灭在萌芽状态。体检能根据个人年龄、性别、遗传、生活习惯等情况，评估患病风险和倾向，从而制定个性化预防措施和健康指导。例如，体检可以检测血脂、血糖、血压等指标，为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等慢性病的预防提供依据。第三，健康管理，提升生活质量。体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调整和优化生活方式，如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情绪等，从而提升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。2. 体检的弊端。体检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，它可能带来以下几个问题。首先，体检可能导致一些不必要或无效的检查，如过度使用 X 光、CT、MRI 等影像学检查，或者进行一些没有循证依据的检查，如肿瘤标志物、基因检测等。这些检查不仅增加了体检的成本和时间，
而且可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或副作用。其次，体检可能导致一些假阳性或假阴性的结果，如将正常的变异或异常误认为疾病，或者漏掉一些真正的疾病。这些结果不仅影响了体检的准确性和可靠性，而且可能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。最后，体检可能导致一些盲目或不合理的治疗，如将一些良性的病变或早期的疾病过度治疗，或者进行一些没有证据支持的治疗，如保健品、特效药等。这些治疗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而且可能加重了病情或引发了并发症。3. 体检的建议。体检的建议是基于科学和理性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体检的弊端，发挥体检的好处。但体检应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，如年龄、性别、遗传、病史、症状等，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和频率，而不是一刀切或盲目跟风。例如，对于一般的成年人，每年进行一次基本的体检就足够了，而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或高危人群，如孕妇、老人、慢性病患者等，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，增加一些针对性的体检。体检也应该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范，如选择正规的体检机构和医生，使用有效的体检方法和设备，参考权威的体检指南和循证医学，而不是随意的或盲目的。比如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肝功能、肾功能这些常见体检项目，可以参考国家或世卫组织的正常值和标准，而不是个别或主观的。体检应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全面分析和评估人体健康状况，不能孤立或片面，要结合体检结果和临床表现，综合考虑生理、心理、社会等因素。比如说，有些体检结果异常，像是血压高、血糖高等，不能光靠一次检查就下结论，得多次复查，再想想有没有相关症状、并发症、危险因素这些，这样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和处理。体检是一种检测和评估人体的方式，但它也有不足，比如过度检查、误诊漏诊、盲目治疗等，这些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。所以，体检重不重要，有没有用，得看我们怎么看待、利用它。它不是万能的神药，也不是没用的鸡肋，而是科学理性的健康管理方法。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，挑合适的体检项目和频率，按标准和规范来，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对健康状况做全面分析评估，规避体检的弊端，发挥体检的好处，这样才能实现健康的目标和愿望。自古以来，上到君王，下到普通百姓，一直都在找寻延年的窍门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长生。高新科技先进的现代，科学家也在不断的探寻外星球，而且探索长寿的秘密。大家不断的转变目标，要想根据一些办法来达到健康平安。俗话说得好，餐后走一走，活过99。行走是老少皆宜的有氧运动，不容易遭受任何的时间和场所的限定，随时可以开展。多走路能作用增强心脏功能，增加抵抗力和免疫能力，防止遭受病原体侵入，与此同时还能益寿延年。这种观点有根据吗？下边就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长期性行走有利于长寿吗？行走可以带来大家的哪些益处？建议了解。促进骨骼健康中，老年人伴随着岁数的提高，身体的骨骼转变也会逐渐减弱，因此经常会出现骨质疏松症、骨增生那样的骨骼病症。针对这种的老年人而言，他们是无法做运动过量的，由于强烈的健身运动也许会更为加剧骨骼的损害，因此像这种的老年人能够适度做一些散步的健身运动，根据散播尽降低了骨骼的损害，幅度又可以较大程度上地提升骨骼的生长发育和肌肉量的生长发育，提升心脏功能。伴随着时光流逝，年纪提高，老年人的各类身体素质都是会伴随着岁数的提高而降低。这个时候，老年人患心血管病症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增加。老年人能够根据每日散步来提升心血管肺脏的作用。常常散步能够增加肺活量，防止心脑血管疾病。常常行走可以加快血细胞的循环系统，防止腿部静脉曲张，缓解身体各器官的压力和工作压力。散步行走还能将身体过多的人体脂肪立即吸收代谢，能够合理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，尤其是三高病症。老年人坚持不懈散步行走对身体有较大的益处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65岁后的老人尽可能搞好这5件事，珍惜婚姻生活。俗话说得好，少来夫妇老来伴，越到年迈越要珍惜自己的离婚和感情，要保证老年夫妻无话不说，相互之间贴心，相互扶持，让尽管没了年轻时的热情，但一日夫妇百日恩，百日夫妇似海深，
即使做不到相敬如宾、举案齐眉，也需要竭尽全力让另一半觉得到幸福快乐、合理膳食。年龄大了以后，一定要有效的整体规划饮食搭配，不可以吃太多油腻感、辛辣食物刺激性的食材，三餐准时吃，留意有效平衡的组合食材。老年人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减退，要多吃些易于吸收的食材，每一餐饭吃7-8分饱，不必长期只吃单一的食材，确保营养搭配。少吃剩菜剩饭，多吃鲜新的青菜瓜果蔬菜。新鲜的青菜瓜果蔬菜中包含充足的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可以清理毛细血管内的碳水化合物和脂类，减少血液浓稠度，进而防止血管粥样硬化等病症的产生。高品质的睡眠质量，老人应当维持充足的睡眠，由于仅有精神面貌维持好了，才可以使身体更为身心健康。每日的睡觉时间最少要保证在7个钟头上下，才可以使身体的各种人体器官更强的修补，并且也可以释放压力。针对易瘦延年也是有协助，维持心情舒畅。65岁的老人来讲，自身应当早已没有很大的负担了，由于自身的小孩很有可能早已成家了，自然也有一些老人家中还会继续有哪些不成才的小孩。但是这种30几岁的孩子，他们早已拥有日常生活自理的工作能力，自身即使去管也早已管不住了。相信儿孙自有子孙福，学会放手，他们也许才会生长大，自身的身体也会更加健康。按时常规体检，按时健康体检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与以前的常规体检结果相比，可以对自身的身体状况有一定的掌握。根据常规体检还可以学习培训健康教育知识，查验的常规指标值，掌握造成病症的要素。总结，老年人一定要培养坚持不懈散步健身运动的良好的习惯，每日在膳食这方面留意营养搭配，少吃太油腻感、太油腻辛辣的食材。假如平常有抽烟饮酒的习惯性，一定要学好抑制。进到中老年阶段，大家一定要学好勤锻炼和合理性的健康饮食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却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寿命。其实影响我们的寿命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居然是血型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血型是决定我们寿命长短的关键。曾经专家就抽取过5000人的血液样本调查，由于 A 型血的人从性格上来看更容易发怒、焦躁，所以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疾病患者就更多，平均寿命大约在62岁。B 型血的人对人待事都更加乐观，情绪没有 A 型血的人容易焦躁。不仅如此，这类血型的人对运动也会更加热爱，所以 B 型血的平均寿命在77岁左右。但比起这两种，平均寿命最高的还要是 O 型血的人，高发87岁。或许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种血型是人类最古老的血型，发展到至今依旧没有消失的血型，足以看出它对人体的重要性。不过这样看来，与其说血型决定了我们的寿命，不如说是生活习惯以及性格在主导寿命的长短。哪怕你是 A 型血的人，只要有能够调整心态、更放松，寿命就会从某种程度上延长。若你是 O 型血的人，哪怕基因中带着长寿，但是你不注意生活规律，暴饮暴食、吸烟喝酒，相信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们觉得血型对寿命有影响吗？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、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，很多人开始注重健康，希望通过养生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。著名养生专家张其成教授曾说过，养生其实就是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。的确，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日复一日、点滴积累的结果。想要活得更健康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一套良好的习惯。以下是7个关键的养生习惯，帮助你在繁忙的生活中保持身心健康，保证充足的睡眠。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，睡眠不足的人会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上10岁。充足的睡眠不仅让人精神焕发，还能提升记忆力，保持苗条，预防癌症和老年痴呆症。我们为什么要睡觉？一书中提到，睡眠对身体的修复作用是无可替代的。每天晚上11点前睡觉，保证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，是对身心最好的治愈方式。养成运动的习惯，运动是健康的源泉，也是长寿的秘诀。无论年纪大小，运动都是延缓衰老的重要方法。坚持每天运动10分钟，不仅能延缓生理衰老，还能保持身体的活力。无论是跑步、游泳，还是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，保持身体的流动性，才能拥有强健的体魄。每天阅读，滋养心灵。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，坚持阅读能延长寿命。每天读书30分钟，不仅能锻炼大脑、延缓衰老，还能调节情绪，提升内在能量。
书籍是最便宜的补品，通过阅读，你的心灵会得到富养，身心也能更加健康。保持乐观心态，多笑一笑，笑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养生药。研究发现，爱笑的人寿命更长，笑能放松心情，减少压力，增强免疫力。在面对生活的挫折和烦恼时，学会一笑置之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你会发现，生活的阳光面远多于阴影。多行善事，心存善念，心存善念，厚道待人，是养生的重要原则。善行不仅能让你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，也能滋养你的内在，使身体和精神更为健康。心怀慈悲，宽厚待人，能让你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远离病痛。学会情绪管理，及时疏导。不良情绪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。愤怒、焦虑、悲伤等负面情绪会慢慢侵蚀身体，降低免疫力，甚至引发疾病。学会定期检查和疏导情绪，保持心情的平衡，能有效预防因情绪引起的健康问题。心静则健康，减少思虑。心劳则百病生，心静则万邪息。保持心神宁静，不为琐事烦恼，是养生的根本。少些思虑，保持豁达的心态，不执着于过去，也不为未来过分担忧。心静自然气顺，身心通畅，健康就会伴随而来。总结，养生并不复杂，关键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积累。通过培养良好的睡眠、运动、阅读等习惯，再加上乐观的心态和善行，健康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。把养生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让这些习惯成为你日常的一部分，日久见效，身体和心灵都会因此受益，最终收获健康充实的人生。